在上一集影片中，我们跟大家聊完了菲多最鼎盛的沙皇时代。如果还没有看过的小伙伴，可以先关注我的频道补补课。好的，那我们就开始这一集影片的内容吧。2007年的最后一天，在一场被认定不可能的比赛中，面对拥有2.18米的身高以及320斤体重的韩国巨人崔洪万，菲多抓住机会，抽身对崔洪万送到眼前的手臂实施了凌空的十字固，成功锁住了对手的手臂。这场看似小孩与大人的对决仅仅用了1分54秒，菲多再次惊艳世界。可以说，在统治 Pride 格斗的10年，菲多几乎是将当时所有的名将都撸了一遍。喜欢夸张的日本媒体于是就给菲多取了一个现在听起来依然中二的绰号：60亿最强男人。就是这样一个喜怒不形于色、腆着小肚子的俄罗斯中年男人，完美的诠释了场上杀手场下佛的战斗风格。也正因为此，搞事情的日本格斗媒体又给他取了另外一个绰号：巨大胜利无表情男。2007年，当时看上去还如日中天的日本 Pride 赛事，悄悄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再加上涉黑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导致了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东方格斗帝国，在一片哗然中轰然倒塌，最终被 UFC 收购。如果大家想了解 Pride 为什么会倒闭，请扣个1，将来会专门的做一期专题。本以为菲多会跟其他 Pride 选手一样转签 UFC， 但是菲多却做起了赛事游侠，相继加入了 M1， 并辗转于多个赛事之间。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令菲多的参赛机会大为减少。在离开 Pride 后的5年，他一共只完成了7场比赛，利益纷争导致了菲多9输战场，也为接下来的3连败埋下了隐患。2010年，34岁的菲多结束了自己的时代，在 Strikeforce 赛事以3连败的方式，其中就包括视频开头对阵大脚希尔瓦的那一幕。或许菲多这一次是真的累了。在 Pride 被收购之后，世界综合格斗界唯一能够跟 UFC 相互制衡的就是 Strikeforce 了。于是 UFC 母公司一不做二不休，继续开启了买的统一之路，将 Strikeforce 赛事收入囊中。这次也算是彻底排除了竞争对手，将世界综合格斗粉丝的目光都集中在了 UFC 之上。就在全世界粉丝都以为菲多将进入 UFC 时，菲多再一次做起了赛事游侠，离开了 Strikeforce。 这时候大家可能就要问了，菲多为什么2次死活都没有签约 UFC 呢？其实早在2006年 UFC 就盯上了商业价值爆表的菲多，并且是在收购 Pride 赛事前点名要求跟菲多续约，承诺的出场费也是当时 UFC 中最高的100万美元。但是这份 UFC 的独家合同中要求菲多不能在合约期内参加任何其他赛事的比赛，而当时的菲多经纪人瓦提姆·芬尔克斯则不同意这一点，因为在此前菲多与 Pride 赛事签约时， Pride 是单独允许菲多参加除 Pride 之外的俄罗斯地区的桑博赛事，而典型商人风格的 UFC 总裁白大拿则是希望极力促成菲多与布罗克·莱斯纳的比赛，为此大赚一笔。但菲多并不想跟大布这样的选手打这场比赛，双方都搞崩了，续约的这件事情自然也就不了了之。后来之前提到过的菲多经纪人瓦提姆·芬克尔斯在2011年创立了 M1 赛事，这次是主动要求 UFC 来俄罗斯联合办赛，并且是出钱出人， UFC 1分钱不用掏的方式。但是对于精明的白大拿来说，菲多在 Strikeforce 上的3连败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商业价值，这件事情自然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2015年，费多再次传出即将与 UFC 签约的消息，这也是费多在更换经纪人之后，甚至是费多本人都承认也是最接近 UFC 的一次。但最终这次合同依然没能搞定。这件事情啊，我也是问了我一个比较接近赛事方的哥们儿，大致的意思啊，就是费多目前的商业价值以及支撑不起之前的高额的出场费，而且这个时候啊，白大拿的超级大宝贝嘴炮康纳也横空出世。另外，排他性的独家协议依然存在，钱少独家这两点也是费多与 UFC 再一次谈崩的原因。纵观费多几次未能走进 UFC 八角笼的理由，从各方的角度来说都有各自的考量，这里也不去讨论对错，还是那句，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对错，只有利益。2017年的那个夏天，沉寂1年的费多突然签约了贝拉托，但遗憾的是，这场首秀仅仅进行了74秒，费多就被 KO， 他的表现令人唏嘘，正当拳迷纷纷感慨，四十不惑的费多确实到了该退役的时候。Yeah, and Frank came out and did exactly what he wanted to do, come forward and go after Fedor, but he started to extend too much, and when he did, he got caught by that uppercut. That was a huge left uppercut. Fedor pounds him out, the referee stops it. Beautiful. You want to touch gloves? Okay. From Ryan Bader, but with some twists and some big punches. That was a big right hand. Big right hand that Fedor landed on Chael. Chael is hanging tough. Love what I see out of him right now. He's got to move this. Looking to finish right here, right now. He's not being hurt, but he's got to move when Dan tells him to move. It's over. And it's all over. Fedor. Control. I understand what he was trying to do and snap Fedor over with him. 1年后，费多又以2场 KO 闯进了2018年 Bellator 重量级世界大奖赛的总决赛，与瑞安·贝德争夺 Bellator 重量级冠军金腰带。然而这一次比赛仅进行了35秒，瑞安·贝德就以 KO 的方式摘得了这条金腰带。拳迷们再一次感慨，沙皇时代已经终结，费多这一次真的要退役了。结果，费多在2019年12月29日。用 KO 前 UFC 轻量级冠军比狠人更多一点的狼人昆顿·杰克逊的方式宣告，他依然是这个擂台上的帝王。在比赛结束之后，费多的翻译第一时间宣布了费多即将退役的消息。随后，费多又进行了澄清，在退役之前还将进行2次巡回比赛，一次是在美国，另外一次则是在俄罗斯。也就是说，费多的职业生涯还剩下最后2场比赛。如今啊，1976年出生的费多已经走过了他人生的第44个年头。他曾经说过，他真的有点累了。但是刻在骨子里的战斗基因却让他没有办法停下自己的脚步。费多迄今为止战胜过7位 UFC 冠军，2位 K1 世界冠军，3位 Pride 王者以及2位奥运会银牌得主，拿下过连续28场不败，扛起了60亿最强男人的称号。尽管费多也失败过，但大家依然爱他，依然热爱这个性格内敛、眼神让人不寒而栗，偶尔露出微笑，以及他微微隆起的小肚子和胖嘟嘟的脸。特别是在这个如今吵闹的格斗圈，相比于那些讲不完的垃圾话和炒作，费多用一种更加纯粹、更加有尊严的方式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他也不会用怪异取巧的行为去讨好别人，
他就是静静的看着你，然后干掉你，就这么简单。好的，下一期节目想跟大家聊聊战警米尔科那条见血封喉的左腿。如果你也喜欢格斗，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一个混迹在格斗圈的键盘侠。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